海贼王里的人生忠告：千万不要欺负娜美。娜美作为路飞的第一位女性伙伴，早早奠定了重要地位，所以谁敢欺负娜美，无异于让路飞直接开挂。当年因为巴基和娜美抢钱，还拿刀威胁。虽然娜美、路飞当时还没有成为真正的伙伴，不过路飞已经认定了这个老婆，还是在娜美面前把巴基给揍飞了。事实证明，一个人可以屌到红发的面子一点不给，但不能狂到去欺负娜美。后来娜美的钱被勾结阿龙的老鼠上校给抢走了，阿龙也是成天吃饭睡觉虐娜美，娜美哭了，路飞脸黑了，带着哥几个就去找阿龙查价，并说出不许弄哭我的航海士那句豪迈语录。结局就是阿龙家没了，人废了，光荣的二进宫了，老鼠上校也被连带着暴锤了一顿。为什么说欺负娜美就等于让路飞开挂？在剧场版可是路飞的地盘，金狮子居然敢明抢娜美，他看上了娜美的身体，能感知气候的这一能力，想让他成为自己海贼团的航海士。为了保护伙伴们，娜美只能向金狮子卑躬屈膝。不过金狮子并没有怜香惜玉，后来对娜美进行了一系列的摧残，还将娜美钉在了冰天雪地里，真是把娜美折磨得够呛。金狮子的这波操作动了路飞的女人，让路飞怒气值爆表，也造就了路飞超帅超霸气的登场，直接闯入金狮子的老巢，正面硬刚，最终救出娜美，击败金狮子。和阿龙一样，金狮子也二进宫了。娜美当然不止这一次被虐得这么惨，在铁链果实能力者特雷杰那里也是如此。这哥们儿因为是铁链能力，喜欢玩各种捆绑，不仅是重点关照娜美，还把罗宾给绑了。在路飞面前这么虐待草帽团两大传花，路飞这哪受得了？最后不出意外被路飞一拳敲做人，完蛋，这又给打傻一个。最后也是葬身在自己的执念中，因为在草帽团两位女生里，罗宾有果实能力，有一定的自保能力，而娜美就是脆皮还没有位移的法师，常常被敌人当作突破口，屡次被欺负也在所难免。因此不光是路飞，山治遇到娜美被欺负的情况更是绝不手软。在娜美被阿布萨罗姆玩弄时，甚至还想和娜美结婚，被心情复杂的山治给 KO 了，心想我还没排上号呢，哪轮得上你呀？而最近娜美被凯多手下的沃尔提打得头破血流，泪流满面，这是娜美被打得最惨的一次。尽管沃尔提对娜美进行了死亡威胁，让娜美说路飞不会成为海贼王，娜美虽然胆小，但还是坚守路飞一定会成为海贼王的信念，没有垮掉，还好被赶来的小玉救走。好，根据以往欺负娜美的定律，娜美这次被打得这么惨，这帮人就做好放学别走的觉悟吧。蠢萌蠢萌天然呆达斯奇，达斯奇作为斯摩格的小跟班，索隆的热门 CP， 初登场于罗格镇，开局就展示了一手操作，秒了两个街溜子。他跟索隆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当索隆看到了长相酷似古伊娜的达斯奇后，吓得索隆虎躯一震，把达斯奇妹子的眼镜给捏碎了。索隆这边还没缓过神儿，达斯奇不愿意了，来吧，别愣着了，赔钱吧。于是把索隆带到海军基地打扫卫生。索隆呢还干得挺带劲儿，三脱流用的那也是出神入化。达斯奇作为一名女海军，跟缇娜、陶兔那种从内而外的御姐还不一样。虽然达斯奇内心是刚强不服输的那种，但是行事作风和长相上又是蠢萌蠢萌的，属于那种心地善良、天然呆的妹子。再加上2年后，达斯奇变得比2年前更漂亮了，身材那也是变得更有立体感了。撒娇卖萌、撅嘴赌气，还一套一套的，这种可爱的人格魅力，就会让人不怎么在意他的实力，更加喜欢他这个人。达斯奇早早就成了索隆的热门 CP， 不光是他跟古伊娜长得很像，他和索隆一样都是个刀痴，随身携带一本名刀图鉴，只要一看到名刀，他就会立刻沉迷其中。在看到索隆的河道一文字的时候，还因为爆出了起码值1000万贝利的真实价格，搅黄了武器店老板的伎俩，从而被老板厌恶。在庞克哈萨德，达斯奇被索隆扛在肩上，突然看到了索隆腰上的黑刀秋水，前一秒还在索隆肩上无比羞涩，下一秒就立刻忘记了自己被索隆扛在肩上这回事儿。这时候的达斯奇已经成了G5支部的上校，并且会了霸气。相比于2年前，他的实力还是说不上有什么质的飞跃，但是达斯奇身上的那种正义感和责任感更加明显了。身为海军，面对罗、凯撒、维尔戈、莫奈这些强敌的时候，他也没有一丝退缩，而是上去硬刚，一顿操作美如画，一起跟斯摩格送了几次人头。不过为了救那些被当成实验品的孩子们，阻止维尔戈、凯撒的阴谋，达斯奇和斯摩格也放弃了海军所谓的面子，和罗路海贼同盟联手，帮助草帽一伙抓住了凯撒，并且将那些无辜的孩子们送回家。善良、正直、呆萌有爱，是个对部下严厉的军人，也是个对孩子特别有爱的姐姐。女汉子的心，萌妹子的身，只能说达斯奇这种性格真的很讨喜。所以像上校达斯奇、少将缇娜、大将候补陶兔这些海军里巾帼不让须眉的新生代，会慢慢的将正义这种东西表达出更丰富的含义。遇到草帽团就破功的罗，红心海贼团船长，死亡外科医生，地之一族，原王下七武海，极恶世代超新星之一。
他这不光是头衔多，身上的纹身也多，不光是纹身多，粉丝也多。曾经在人气投票中力压索隆排名第2，索隆掉线重新连接后，罗也能高居第4，人气这一块拿捏的是没毛病。罗小时候的悲惨经历，相比于明哥有过之无不及。因为破千病事件，罗的父母、妹妹、同学、老师全部都没了，直接就成了孤儿。从此，一个3好学生就有了报复社会的冲动，于是申请加入堂吉诃德家族。正好海贼慈善家明哥一直都有收养孤儿、培养成干部的爱好。明哥收容站前后收了100来个，不过克拉松本就知道明哥不是啥好人，来一个撵一个，最后这帮小孩撵的就剩巴法罗、Baby 5和罗了。在明哥这里，罗跟着迪亚曼蒂、拉奥季、古拉迪乌斯学习各种格斗技巧，给罗的实力奠定了坚实基础。最搞的是，罗从明哥这里学的东西，后来全都用来对付明哥了。明哥属实气懵了，我靠，原来小丑竟是我自己，货真价实的 Joker 无疑了。帽子作为罗的本命，在藤虎明哥面前，闪人不忘先闪帽，没有攻击，但侮辱性极强。罗之所以没有成为第2个明哥，最重要的是身边有个克拉松，克拉松带罗去治病，给他吃手术果实，牺牲自己照亮罗的前程。罗虽然一直都是那个爱搭不理的性格，但内心的善良和正义最终得以保留。所以罗这些年都在找机会扳倒明哥，为克拉松报仇。10几岁的时候，他结识了企鹅、虎鲸和贝波，成立了红心海贼团。2年前以出众的实力成了悬赏2亿的超新星。大事件前后的这些遭遇，不仅是他事业的转折点，也是罗自身的转折点，因为他认识了路飞。在顶上战争后，罗用100颗海贼的心脏换来了七武海。有了这个身份，也不能说是胡作非为，但也可以肆无忌惮，抓住凯撒，扳倒明哥，挑动凯多。罗的这一串计划步步为营，野心不小。最重要的是，顶上战争收尾阶段，在蒙奇 D 黄猿的掩护下，罗救了路飞一命。2年后，在庞克哈萨德，路飞罗相遇，罗是无所谓，路飞那可是无比激动。在罗的提议下，2人就结成了同盟。然后罗本人的转折点就来了。从小就从悲惨和恐惧中度过的罗，遇到了路飞这帮沙雕海贼团，罗哪见过这场面啊？罗在打打闹闹中显得格外手足无措，就仿佛是一匹桀骜不驯的孤狼误入了一群二哈的窝。罗内心的想法就是这样的：不发火吧，我这不羁的气质就破功了；发火吧，你别说，这帮人还真挺有意思。路飞和罗扳倒明哥之后，但凡跟草帽海贼团沾边的这些人，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全是这种性格。罗当然不会承认自己喜欢这种感觉，但罗在这种氛围下却显得前所未有的开心。那些似乎被遗忘了的人，在海贼王里很多老人物不出现了，或者很少再出现了，大多是明确交代了归宿。比如小冯成了小1万之后人妖乐园的新主人，老沙的一部分手下改行经营起了咖啡店。不过还有一些人好像走着走着就丢了，当然这里不是说索隆，而是阿金。还记得阿金让山治转达的那一句，让我们在伟大航路再会吧。尾田一向对约定这件事看得很重要，比如路飞和红发，布鲁克和拉布，还有香波地的时候，基德对路飞说新世界再会吧。结果还真是，当时2人在戒网瘾中心度过了一个刻骨铭心的新年，而阿金却迟迟没有出现。阿金的这句约定可是堪比罗杰的遗言，掀起了一场堪比大航海时代的寻找阿金时代。这些年，阿金当过新晋海军大将，也成为过凌空六子，当过凯多口中的儿子大和，坐在过权力之巅的王之宝座上，也曾背负起天龙人少主的身份，也曾是早期革命军2把手。不吃饭的是阿金，不露脸的是阿金，戴面具的还是阿金。总之，万物皆可阿金。除了阿金，金狮子作为旧时代的海上霸主之一，在被路飞拖进剧场版一顿暴揍后，被海军重新抓捕。本来吧，金狮子的航海生涯就此终结也没什么问题。但不久之后，在顶上战争前，路飞、黑胡子等人先后大闹推进城，黑胡子更是在6层当了回皇帝，招贤纳士，大赦天下。而顶上战争后，海军也证实很多6层的囚犯都趁乱逃走了。世界政府为了面子将此事隐瞒。说起来，金狮子作为推进城史上第一个成功越狱的海贼，理论上这一次没有理由不出来。不过2进宫的金狮子在此后一直都没有出现，有没有出来也不确定，可以说是杳无音讯。难道这个旧时代的强者最终还是被彻底遗忘了？世界政府全军总帅冈谷空，空的地位举足轻重，而且也没退休，但从顶上战争后路过一面，再也没有出现过。多年前战国当大将时，空已经是海军元帅了，实力自然是很强大，但大小会议都没他，隐约闻到了工具人的气息。还有一个人看似在被遗忘的边缘徘徊，但可能会有大动作，那就是老沙。自从顶上战争大放异彩后，行踪突然变得诡异了，每次登场都是在看报纸。新时代来临的时候，他在看报纸；明哥摊上事儿的时候，他在看报纸；路飞武皇了，他还在看报纸。但是报纸狂魔老沙可完全没从黑社会老大变成无公害的3好公民，
而是身边多了几个新伙伴，熟悉的装扮，不羁的笑容。既然2年后每个篇章都要漫不经心的点老沙一下，那看来是要搞点事情的节奏。吉尔玛66，还记得当年山治冒称自己是 Mr. 王子和老沙通话这一桥段，本以为山治当时只是随口编了个身份，我靠，没想到结婚事件和吉尔玛66的出现，山治还真是个货真价实的王子啊！吉尔玛66是吉尔玛王国的科学作战部队，而这支军队的统帅和这个国家的王族正是文斯莫克家族。其实与其说是科学作战部队，倒不如说吉尔玛66就是一个立足于北海的有文化的黑社会。而吉尔玛为什么在4海之内这么有名？它不仅是真实存在的组织，更是作为反派角色出现于海贼王里的世界经济报上一部叫《海上战士索拉》的连载漫画中。这部漫画在北海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像罗、霍金斯、德雷克都是海上战士索拉的忠实漫迷，大多数人都以为这只是一部漫画。然后这哥仨当时见到隐形黑真人时，整个人都傻了。霍金斯、德雷克直接就跪了，罗是原地做起了解说。在黑社会老大加治眼里，人不需要情感，无情的战争才是艺术。很多年前，他用楼下小黑贝加朋克的血统因子理论，带领科研团队玩起了生命复制和改造的高科技，5年就可以培养出一批成熟的士兵，而这些士兵都是些没有感情、货真价实的工具人，被造出来就是来当炮灰的。血统因子这种技术也被加治丧心病狂地用来改造自己的子女了。吉尔玛王国本身很奇葩，作为国家并没有自己的固定领土，而是凭借一艘母舰走南闯北。这艘母舰是由很多蜗牛战舰组装而成，分裂后又可以单独作战。那堆蜗牛战舰因为有超强的吸附能力，堪比是卡 bug， 可以翻越红土大陆。不过这也特别符合加治好战的性格，毕竟他可是薅过大将藤虎头发的男人，毕竟走到哪儿打到哪儿嘛。曾经还一口气统治过北海，有实力也就有了话语权。在被世界政府除名前，文斯莫克家族可以参加世界会议和修改悬赏令。山治的只许活捉悬赏令正是加治一个电话给办的。加治的几个子女每个人都有专属的战斗服，同样也被血统因子改造过。理论上几个人都是从小就有超乎常人的体质，分别以0、1、2、3、4为其取名。但是因为山治是例外，他富有情感，小时候体质也是吊车尾，就成了加治和兄弟眼中的失败品。出于对家族的反感，那天小山治买的站票连夜跑路了。不算山治，吉尔玛66里最让人哇塞的那肯定是剧毒粉雷九姐姐了。开局送给路飞一个见面礼，做了女帝2年想做都不敢做的事儿。虽然雷九因为弟弟山治的事情很欣赏草帽一伙，但不得不说这操作让人目瞪口呆。还有就是雷九的变身，在登场没有多少集的情况下，就能在人气投票中排名第14位。不过这些都不重要，其实我喜欢雷九并不是因为这些，而是因为他的善良优雅。住口！无耻老贼！另外，长子是火花红衣制，次子是电击蓝泥制，四子是绞盘绿永制。这不禁让人想起当初在罗格镇的时候，乌索普喊山治，调皮的喊道以其己、逆己、丧己，也就是1制、2制、3制。没想到一语成谶 ，Mr. 王子和1、2、3制居然都是有意义的伏笔，牛批！虽然文斯莫克是北海数1数2的王族，但山治非常厌恶没有人情味的加治和几个兄弟。在蛋糕岛后拿到悬赏令，也是因为变成了文斯莫克山治，赏金大幅上涨，双膝跪地以表悲愤和羞耻之情，并且原地发誓，我山治就算被打死，死外面从这跳下去，也不用文斯莫克家族的隐形黑战斗服，死也不用。后来到了和之国澡堂，啊，真香！哎呀，啊，真香！哎呀，路飞几次罕见的用刀经历，在最新一期中，索隆顺利拿到研磨，迫不及待的给大家开箱测评，加上霸气，一个海岸就给消掉了。在之后的测评中，差不多就驯服了这把极品装备。另外，之前路飞从天狗山飞彻那里白嫖的，不，应该是明抢的2代鬼彻，也物归原主。除了索隆，路飞也一直对这种好装备有莫名的兴趣。而且当时路飞也能用见闻色感受到2代鬼彻的存在。当然，路飞显然不会玩刀，更不是对剑术痴迷，而是特别喜欢这种帅气并且能让自己变帅的炫酷装备。品级位列大快刀21弓的2代鬼彻，这也是能让索隆为之兴奋的一把刀。当索隆看到路飞手里的好刀，想拿过来看看，好声好气的表示我的手已经洗好了，可以摸一下吗？路飞果断拒绝，索隆瞬间馋哭。那边霍金斯把牌都洗好了，3人准备来盘斗地主。没想到这俩队友就先吵起来了，接下来和霍金斯开战，路飞开局直接把刀鞘给扔了，鼓舞士气嘛。路飞的士气是鼓起来了，索隆的心态是崩溃了。心在滴血的索隆看着败家船长的新招式，狗摸狗摸挠之2代鬼彻拳，索隆就站在原地提心吊胆。路飞第一次玩刀可以追溯到7岁那年，在红发面前，为了证明自己可以当海贼，是个勇敢的男子汉，自己给自己戳了一刀，因此留下了眼下的这个伤疤。
虽然早早和刀结下缘分，但别人是有了武器，实力增强。路飞比较特殊，很多时候有了武器，反而还是个累赘。多年之后跟阿龙打，捡起来2把刀，朝着阿龙一顿乱挥。此时的山治呢，刚加入没多久，还以为路飞会玩刀，完蛋，路飞一顿操作猛如虎，一看伤害2.5，还不如一拳过去来的实在。要说路飞有没有把刀用好的时候，当然有。在恐怖3维船的时候，罗拉等人把一个海军剑术高手的影子塞进了路飞身体里，影子主人的力量和技能也就叠加到了路飞身上。一个娴熟帅气的拔刀斩，惊艳了众人，吓懵了自己。论路飞的正确使用方法，那就是给他不停的塞影子，由100个影子堆成的梦魇路飞直接开挂，再配上传说中的40米大刀，开了影子挂，打装着路飞影子的奥兹的时候，完全就是碾压局嘛，一刀就重创了奥兹，打的莫利亚也是头破血流。所以素有刀剑仇之称的路飞，只有在剑士附体的时候才会操作，否则别管路飞拿到什么好刀，最后都得用来打水漂。顶上战争最心累的赤犬，开战前3大将出场坐镇处刑台下方，赤犬作为3大将中的主将 C 位出战。开战之后，青雉和老黄出乎意料的一扫之前的懒散作风，争先恐后的跑上去跟白胡子对线。结果让赤犬莫名其妙的是，一个迷迷瞪瞪被白胡子锤下来，还顺便把内弯给冻结了。一个怎么看怎么像自己翻个跟头回来，连带把自家的墙给拱塌了的，而且还被乔兹钻了空子。乔兹得以用青雉的兵砸赤犬，海军这边直接梦幻开局，来了一套堪比反向抽烟自己趟自己的骚操作，气得赤犬直接开喷，一个个冲的挺猛，能打赢也好呀，打不赢家还差点被偷了。赤犬一招大喷火之旺旺碎冰冰，立竿见影化解危机。看来靠这帮人真没谱，还得是自己操作。随着赤犬的一波节奏，优势渐渐转向海军方。看到局势有所改变，赤犬还得忙着抓逃兵，配合战国玩离间计。路飞进场后，战场上暂时由青雉和老黄接管，然后老黄就开始秀了。一见到路飞，香波地那会儿一脚一个超新星的操作，突然就没了。放技能之前都得蓄力，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就是眼看技能马上就要放出来的时候，就会有人配合来救场。老黄直接顺理成章的空技能，当时能秒超新星的光速踢，不是往路飞队友怀里踢，就是有多远踢多远。等到赤犬回到战场，看到依旧活蹦乱跳的路飞，直接懵逼了，心想不是，等会儿我这出去没半小时也得20分钟了，你俩在这玩呢。为了防止路飞和赤犬直接对线，在路飞直面3大将的紧要关头时，如果被赤犬抓到，路飞死路一条。于是老黄先行一步，又把路飞给踢得远远的。看到心有不甘的赤犬，这回换青雉拦住赤犬，再次避免了赤犬与路飞对线，先一步放倒了路飞。在路飞面前呢，意味深长的提到了卡普，然后青雉那个用娴熟的见闻色提前元素化躲白胡子一刀的操作也没了，被赶来的小马一脚踢飞。那边的赤犬不仅要盯着路飞，还要挡着白胡子守护处刑台，虽然竭尽全力，但这怎么还越打越没优势了。直到黄猿偏把钥匙断，卡普铁拳瞄了边，战国一拳软绵绵，路飞成功救出艾斯。好了，这锅又甩给了赤犬，脏活累活赤犬是全干了，不仅没有功劳，还得挨揍。这边忙着挡慎平，背后卡普开启了队友伤害，提着铁拳就过来了。海贼海军都得罪了的赤犬，冒着被一拳干废的风险，还得去追慎平路飞。卡普是被摁住了，白胡子可没人摁呀，把所有的愤怒全撒在了赤犬身上。直到赤犬被白胡子打入裂缝中，开战前抢着上去干白胡子的青雉和黄猿，两人现在连个影都找不到了。到最后头破血流的赤犬就看着2个大招都没摁住的极地潜水号，什么话都不想说，只想静静的吃一顿一个人的年夜饭。青雉黄猿此时或许并不知道一旁的赤犬有多心累，但他们知道他俩这次放的水比眼前这片汪洋大海还多。顶上战争结束后，青雉和赤犬硬是打了10天，黄猿后来又请求一人出战和之国，赤犬就纳闷了，当年我差点被白胡子锤死的时候，你俩怎么就没这么刚过？纵观顶上战争，赤犬忙里忙外抓海贼抓逃兵，队友放海掉线挂机演员，眼看凭一己之力马上翻盘，还差点死在队友手里。全剧最心酸的人非赤犬莫属。索隆核心装备的升级历程。小时候被古伊娜打败了2001次的索隆立志要苦练剑术，并告诉古伊娜未来最强大剑豪不是你就是我。然而诡异的事情发生了，在海贼王里，有人能从1万米空岛跳下来头着地毫发无伤，也有人从楼梯上摔下来被强行领盒饭。因此索隆继承了古伊娜的河道一文字以及他的那一份意志，一起变强。品级位列大快刀21弓的河道一文字也成了索隆此生唯一一把不可替代的核心装备。长大后的索隆因为迷路找不到回村的路，被迫当了赏金猎人，再后来被路飞稀里糊涂的拐走了。此时的索隆另外2把刀只是普通的刀而已，所以在和未来师傅鹰眼对决的时候，
被无上大快刀12弓之一的黑刀叶如同带鱼一样斩碎成好几段，但大快刀21弓的河道一文字完好无缺，果然是好装备。这也意味着玩3刀流的索隆必须要找2把好刀，不然7步成不了好诗，转身还不认路。可是有钱男子汉，没钱汉子难，于是，在罗格镇为了买刀，被迫接受了娜美放的高利贷。这里可以看出，索隆绝对是顾家的好男人，有钱也不乱花。咱能靠本事白嫖，那绝对不靠女生掏腰包。老板心服口服，腰刀3代鬼彻和2块刀50弓之一的血走一并送上，3个耳钉，3把刀配3刀流，索隆就是这条街上最靓的仔。前期的核心3件套齐了，跟着路飞走南闯北，征战四方，立下汗马功劳。只是在逃离司法岛的时候，血走被秀恩上校用秀秀果实给腐蚀了，这把陪伴索隆走完阿拉巴斯坦、空岛、水之都、司法岛的装备就此终结，后被索隆埋葬，以示缅怀。在恐怖3维船埋葬血走之前，索隆和龙马对决，得到了和之国斩龙武士龙马的认可，获赠黑刀秋水。因为当年收尸大队队长兼摸金校尉莫利亚被凯多虐了，气急败坏，打包带走了大批尸体和东西，龙马的尸骨和秋水也在其中。秋水和河道一文字一样，位列大快刀21弓，而且索隆拿到的时候，已经是被龙马千锤百炼成了坚硬无比的黑刀，等于是装备属性基本都点满了。索隆的实力也随之增强，加上在鹰眼那里面试通过拿到 offer， 苦练1星期，找路近2年，把秋水玩得极其娴熟。2年后头巾一绑，小施一念，霸气一开，战无不胜。令索隆没想到的是，在和之国秋水被偷了，不过秋水作为和之国国宝，还回去也是合情合理。正所谓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一起来的还有桃花运。在和光月日和建立了纯洁的友谊后，日和提出用父亲光月玉田的研磨抹去索隆痛失身体，不是痛失秋水的遗憾。大快刀21弓的研磨是比3代鬼彻还要难驯服的刀，会吸收并擅自释放使用者的霸气，能砍断海岸的斩击，更不是一般人能控制的。而这把刀仿佛就是等着索隆来了，索隆很快便适应了傲娇的研磨。还有一把刀，名刀鼻兰，可以在一把刀上召唤出一个长鼻子大神 buff， 极具威慑力，因此被人称之为仅此一把的无上大快刀。但必须靠海楼石的联动作用才能获得，耐久度有限，耐久度为0时便会损失一位伙伴，所以索隆只舍得用过1次。